如果9年前你曾经用最狠的一句话把一个人推得远远的，9年后重逢，你会怎么面对他？魏一凡从来没想过答案会是这样的。那个被他拒绝过的少年，用了整整9年的时间，把他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小事，都悄悄记在了心里，一件都没有忘。故事要从很多年前说起。那时候的桑延是南吴高中里最耀眼的存在，成绩拔尖，性子却带着谁都不服的骄傲，走到哪都自带一圈光。可这份骄傲一到魏一凡面前，就碎得一塌糊涂。他喜欢他，喜欢了很久，久到全班同学都看出来了，只有魏一凡自己一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后来他终于鼓起勇气，跨越2座城市去见他，说出了那句藏了很久的表白，得到的却是一句冷冰冰的拒绝。桑延没有多问一句，转身走了。可他不知道，这份被拒绝的心意不但没有散，反而在心底扎了根。也是那段日子里，他无意中撞见了一句话。魏一凡大伯母冷冷地说，他凭什么喝这么好的鸡汤，他不配喝这么好的。一句话说的人可能转头就忘了，可站在门外的桑延却把他记了整整9年。那时候的他还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句轻飘飘的话会让他心里堵得难受。多年以后回头看，他才懂，原来从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开始把这个女孩的委屈当成了自己的委屈。后来2个人因为家庭压力和一场误会彻底断了联系，各自去了不同的城市，一别就是9年。这9年里，桑延从没主动打听过他的消息，可心里那个位置却始终留着，谁都没能坐进去。多年以后，命运用一种谁都没想到的方式，把2个人重新绑在了一起。魏一凡回到家乡工作，在一间酒吧里撞见了传闻中的头牌，才发现竟是当年那个被他拒绝的少年。一场意外的合租，又让2个形同陌路的人成了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室友。井水不犯河水，是他们给彼此定下的规矩。可规矩这种东西，从来挡不住一个人藏了太久的心意，只要有一丝缝隙，他就会悄悄地渗出来。魏一凡状态不好的那段时间，桑延特意去买了鸡汤，端到他面前，只淡淡说了一句：“鸡汤是特别买给你的。”没有多余的解释，语气甚至有点漫不经心。可魏一凡愣住了，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他不知道，这一碗普普通通的汤，桑延足足等了9年，才终于找到机会亲手递到他面前。而这只是开始。没过多久，桑延发现魏一凡有梦游的毛病，情绪低落或者压力大的时候，会不受控制的在深夜起身走动。换做旁人，可能只会当成一件古怪的事，笑一笑就过去了。桑延却不是。那天晚上一回到房间，他立刻打开手机，把梦游相关的资料翻了个遍，一条一条仔细看完，生怕漏掉任何一个细节。从那以后，只要听到魏一凡房间有一点动静，他都会悄悄起身，远远地跟在他身后，不出声也不打扰，只是用手悄悄挡住家里那些容易磕碰的桌角，怕他一个不留神撞上了自己。后来他索性买来了防撞条和小夜灯，一点一点把整个家改造成了一个再怎么走都不会伤到他的地方。这些事魏一凡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知道的那一刻，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清明节那天，桑延还特意去了魏一凡父亲的墓前，蹲下身轻声问了一句：“这些年温霜降过的开不开心？”这句话听起来云淡风轻，可仔细想想，连他的亲生母亲都未必问得出口。有些人只有真正把一个人放在心尖上，才会想到要替他已经不在的父亲来问一问他过得好不好。细节还有很多。除夕夜，他想起魏一凡一个人在异乡，身边没有一个家人，就找了个家里太吵的借口，跑到他那儿煮了一锅面，还故意说自己煮多了，让他帮忙吃一点。魏一凡吃得很慢，一口一口把整碗面吃得干干净净。他不知道那一碗的面，桑延是特意绕了远路去买了他爱吃的那种面条才下厨的。去超市的时候，他什么都没多说，却在他转身的一瞬间，悄悄把他喜欢却舍不得买的东西一样一样放进了购物车。等他回过神来，购物车里已经堆满了他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放回货架的那些小东西。还有一次，魏一凡被曾经伤害过他的人纠缠，吓得不知所措。桑延赶到的时候什么都没多问，
直接站到了他前面，把他整个人挡在身后。那一刻，温以凡才明白，原来这世上真的有人愿意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放在最前面，替他挡住所有的风雨。也是从那天起，那些压在他心里9年的秘密，才终于有了说出口的勇气。如果你也在生活里遇到过这样的人，你一定懂，这种沉默的用心，比任何一句我爱你都要更让人心动。他从来没说过太多情话，却把喜欢一点一点做成了生活里最不起眼的小事。这些事单独拎出来看，好像都不算什么大事，可当他们一件一件叠在一起，你才会发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用心，早就藏进了日常里最细微的角落。这大概是很多人第一次在一部现代题材的剧里感受到男主角的情感能细腻到这种程度。他们之间的感情甜而不腻，温柔却厚重，像一碗慢慢煨出来的汤，越熬越有味道。曾经那个骄傲的谁都看不上的少年，到头来愿意为了一个人把自己放得那么低，那么小心翼翼。而曾经那个觉得自己不配被爱的女孩，也终于在这份细水长流的陪伴里，一点一点学会了相信自己是值得被好好爱着的。后来2个人正式在一起，桑延带他见了自己的父母，还在他生日那天郑重地领了证。曾经那个说着走谁都拦不住的少年，最终亲手把新家的每一个角落都设计好，只为了给他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归处。9年的等待换来的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这样细水长流的一生一世。很多观众在看完这部剧之后都说，以前总以为爱情剧里最动人的是轰轰烈烈的告白，是撕心裂肺的争吵和眼泪。可看完桑延和温以凡的故事才发现，真正能让人一直记在心里的，往往是这些藏在生活缝隙里的小事。一句记了9年的话，一碗特意准备的汤，一个默默守在门外的夜晚，比任何华丽的情话都更有分量。也正因为这样，这部剧播出之后，网上关于桑延的讨论几乎从没停过。有人把他这些细节一条一条整理出来，称他是理想男友的天花板。也有人说，看完这部剧才明白，原来真正的深情从来不是嘴上说出来的，而是悄悄做出来的。看完这些细节之后，真的只想问一句，这个世界上谁会不想拥有一个这样的桑延呢？他带给观众的不只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角色，更是一种对爱情最美好的期待。他让人相信，真正爱你的人，也许不会每天把我爱你挂在嘴边，却会把你的喜好记在心里，把你的情绪放在第一位，把所有偏爱化作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守护。也正因为如此，这段藏了9年的心意才会让无数人破防，也让许多人重新相信，原来现实之外依然存在这样纯粹而坚定的感情。如果你也被这份跨越9年的深情所打动，如果这些细节也曾让你鼻子一酸，心头一暖，别忘了点个赞，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温暖又治愈的故事。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在这些令人心动的细节里，究竟是哪一个瞬间最戳中你的心？是那个默默守护的眼神，还是那份始终如一的坚持？期待看到你的答案，我们下期再见。